浩宇，阿涵，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？叫我的名字都带着点笑意。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很少有这种情况的。你很希望我心情不好吗？肯定不会啊，我就希望你天天都心情美丽，开开心心，无忧无虑的。按你挑的担子太重，导致你压力山大，整天都没有笑容。每次看到乔轩笑嘻嘻的样子，我都想拿胶布将他的嘴巴封住。那你去把他的嘴巴封住。说实话，有时候看到他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我也挺羡慕的。你不用羡慕他，以后他会羡慕你的。只要你将公司的事一点一点的交给他，咱们就可以轻轻松松了。阿涵，要不你就像我这样，只负责酒店的经营，这样我还能帮到你呢。我经营酒店多年，有经验，再帮你多管几家酒店也不成问题，那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。再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哪一天不找你的？需要有事才找你嘛。等会儿我过去接你，晚上一起吃饭。还有海玲姐和东明哥，现在东明哥陪着海玲姐去了凤家，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啦。好，那你在我下班时间过来接我吧，不要提前过来，影响我工作。明天晚上我要出席一场宴会，你到时候以我男朋友的身份陪我出席宴会吧。你哪次出席宴会不是我陪着你去的？我早就不想当你的男朋友了，我要当你的丈夫，与你过一辈子的丈夫。乔涵骂他一句厚脸皮，没有点名他话里有话。结束了和战浩宇的通话后，乔涵打电话给母亲。妈，阿涵，怎么了？妈，你有空吗？有耶，妈什么时候都有空的。你有事要妈帮你去做，你说，妈立即帮你办了。是不是你老朋友来了，肚子痛？不是，妈，我明天晚上要出席宴会，我想穿女装，你帮我挑套晚礼服，不要性感的，要保守的那种，还有适合我穿的高跟鞋，不要太高跟的，我怕我驾驭不了。乔太太在电话那边直接愣住了。妈，你在听吗？妈在听，妈听着呢。妈就是很意外，你想通了，是浩宇陪你出席宴会吗？阿涵，你真的决定了恢复女人身份吗？妈，我有点犹豫的哦。别犹豫了，你本来就是女孩子，就是穿女装的，你穿了20几年男装了，早该换回女装了。你想想，浩宇要是看到你穿着女装，让他陪着你出席宴会，他会有多开心呀？到时候大家知道你原来是女孩子，也不会再说你们俩是同性恋了。每次听到别人来跟我说，让我拦着你和浩宇在一起，说你那么优秀，被浩宇糟蹋了，说你看着一直都很正常的，肯定是被浩宇缠得厉害，才会被逼着成为同性恋的。妈都好想反驳他们，你们俩都是正常的，不是同性恋，但是你一直不愿意恢复女人身份，妈又不好说，只能忍着，然后远离那些喜欢来我面前说那些话的人。乔太太夫妻俩其实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。妈马上就去帮你挑几套晚礼服，按你的喜好去挑。还有珠宝，需要买新的吗？要不去妈的珠宝库里挑几套来用用。高跟鞋也买几对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哪一双穿着舒服就穿。妈帮我决定就好，我明天下午休息，回去试试礼服以及高跟鞋。我习惯了皮鞋，穿着高跟鞋怕是都走不了路，总要练习一下走路的，免得晚上出门了出丑。也是哦，是要练习一下走路，不习惯的人穿上高跟鞋走不了2步就想脱掉鞋子，一个下午可能不够时间。明天一天都休息不行吗？公司里的事就交给乔轩了，那臭小子又不谈恋爱，单身狗就该多干活，让他多做点事，你腾时间出来休息休息。妈，我明天上午要开会，会议很重要的。你也就是个工作狂。妈，就这样了，我先忙，等会儿浩宇来接我下班。完成陆氏集团的陆总过来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哼，你忙，妈现在就叫上你爸，我们去帮你买礼服、高跟鞋。姓乔的，要乔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叫那么大声，叫得慌里慌张的。陪我出去逛街买衣服，我要亲自帮咱们女儿挑选衣服。她愿意穿女装了，终于可以买那些漂亮的裙子回来，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。阿涵说的嘛，那还真是好事，叫人带上图样过来，你挑选不就行了，不用出门去。阿涵肯穿女装了，要给她最好的，定做吧。定做来不及了，她明天晚上就要穿的，明晚参加宴会要穿晚礼服。我倒是有很多晚礼服，新洗的，穿都没有穿过，但我的是妈妈装，不适合她年轻人。咱们去帮她买几套现成的，应急，到时候再定做。阿涵愿意穿女装，可以通知浩宇提前订做婚纱了，相信他们俩很快就会结婚。阿涵嫁出去，也能了结咱们一桩心事。明天晚上阿涵穿女装出席宴会的事，暂时不要告诉浩宇。我听阿涵的意思，他是突然间想穿女装，暴露他女人身份的。浩宇还不知道，就当是给浩宇一个惊喜吧。他明晚来接阿涵，保证眼前一亮，惊为天人。那是，
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女儿。咱们俩年轻的时候男俊女俏，2个孩子都高颜值。走，我陪你出去逛街买衣服去。东明哥，海玲姐，回来的路上堵车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们也是刚到不久。海玲姐，事情都处理好了吗？那就好。陆总，明天就回去吗？我就是过来看看的，明天下午回去。公司里的事情多，周五下午接到了杨洋，我再带着杨洋过来。杨洋说想妈妈了。洋洋那么小，海玲姐将她留在宛城，她不哭闹已经很棒的了，会想妈妈那是很正常的。这次我临时起意过来的，没有告诉杨洋。杨洋去我家里才知道我来了江城，小家伙打电话抱怨我不地道，过来也不跟他说一声。提及杨洋，陆东明眉眼都是笑，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一顿饭也吃得热闹，皆大欢喜。心情了好点吗？已经平静下来，以后我遇到的事会比现在遇到的更加的残酷。如果我连这次的事都无法面对，我也不用待在江城了，回宛城继续的理我的餐馆得了。你能想开就好，你也别累着，遇到难题记得第一时间向我求助。虽然我残了双腿，但我脑子没有残，我还是能帮你解决问题的。你的腿会好起来的，我不喜欢听你说你残了的话，以后不准说，我还等着你重新站起来娶我过门呢。有你这句话，我肯定能够好起来的。早点休息，你明天还要回宛城呢。我也回房休息了，明天还得跑公司的事。去吧，晚安。还来公司干嘛？我干嘛不能来你们公司？我哥不在公司里，你还来乔氏，是来找我的吗？这束花送给我的吧？来，给我拿着。那么大的一束花，你抱着也辛苦，送给我的就让我自己抱着吧。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收到过帅哥送的花束呢。浩宇，你的眼光真好，买的这束花真是漂亮，我得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去炫耀一下，让我那些红颜知己学一学。送花给我就要送这么大束的。你想得到美，这花不是送给你的，你哥不在公司吗？看来你天天缠着我哥还是没有缠紧呀，连我哥去了哪里都不知道。我哥下午都没有回公司，你也不知道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我哥什么都没有跟你说。哈哈，战浩宇，你缠了我哥大半年，硬生生的将我哥缠成了同性恋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哥对你的感情也不过2码。我没空，就不陪你唠叨了。你想进去也行，想离开也行，随你的便。再见。战浩宇回到车上后打电话给乔涵。阿涵，你在哪里？我来了你的公司，遇到乔轩，他说你下午都没有回公司。我下午是没有回公司，给自己放了半天假，在老家里休息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呀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没有不舒服哦。那是家里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会在工作日休息半天的？是累坏了吧？都说了，叫你不要那么累，有些事情就交给乔轩去办，他只比你小上10分钟而已，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，那样你得累死。我没事，你现在来我老家接我吧，来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休假半天了。我现在就去接你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都是老司机了，你准备好，我去接上你就可以陪你出席宴会了。你不是将公司里的事都交给了乔轩吗？就让他处理，反正他今晚不用出席宴会，他并不比你小多少，就是小了那么10分钟，但他是个男孩子，理应由他挑重担的，重男轻女嘛，当然要男的挑重担。你扯上重男轻女做什么？那是老封建的思想。在别人那里是老封建思想，在我们家的解释就是男的挑重担，女儿轻松一点，这就是我们家的重男轻女。是，我妈最漂亮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乔太太不说话瞪着他。我又怎么了？一下午你瞪我的时候比过去20几年加起来的都要多了。坐姿，淑女坐姿，你不要像个大老爷们似的，你现在是个千金小姐，名门闺秀，不是乔家大少爷，不是乔氏的大总裁。还有，不要一坐下来就脱掉高跟鞋，你看到哪个大家闺秀一坐下就脱掉高跟鞋的？我平时穿皮鞋的时候，我坐下来就从来不脱鞋的。这得恨天高不好驾驭啊！我走了那么久，脚都痛了，不脱掉它，让我的脚缓一缓，晚上我怕我都走不了路，要不我还是穿皮鞋吧。你看到哪位千金小姐出席宴会的时候穿着皮鞋的？你要是穿西装，穿皮鞋就皮鞋了。你说你要穿女孩子的晚礼服，晚礼服也给你买回来了，你不配双高跟鞋哪能行？那我还是继续当我的乔家大少爷吧。这乔家小姐不好当呀，晚礼服也不好穿，穿上去走路都走不快，裙摆束缚着我的脚步，让我无法大步流星健步如飞。以后我和浩宇单独相处的时候，再换上女装吧。我在他面前穿女装，他不会要求我一定要穿高跟鞋。他说我觉得怎么样穿舒服就怎么样穿，他说他能包容我的一切，反正我和他已经成了全成人的话题，也不用在乎制造更多的话题。算了，妈也管不了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妈还想多活几年呢。
妈，我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妈又没有说你不孝顺，但是在你恢复女人身份这件事，妈要是再管你，是真的会被你气死。为了让你还有吗？为了妈还能多活几年，看到你嫁人生娃，妈决定不管你了。你想以女人的身份也行，男人的身份也行，反正你们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妈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女大不由娘，你早就由不得妈的了。妈，你去哪里？妈出去透透气，散散心，跟你爸唠叨几句。那你出去跟我爸唠叨几句吧，唠叨过后你就会觉得还是我最好。阿涵练习好了吗？别提了，现在才想调教过来。人俩他那些习惯都20几年了，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就让他撇下20几年的习惯，变成一个大家闺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想也想得到会是这个结果，算了吧，只要孩子们开心，管他是以什么身份活着。他说穿晚礼服，但是不穿高跟鞋，穿皮鞋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由着他胡闹，这一胡闹就是20几年来，好好一个闺女变成了个儿子。没有早知道的，他爱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是他，又不是咱们。就算有人说给咱们听，咱们又不是没有听过关于阿涵的非议。在浩宇刚追求他的时候，多少人跑到我们夫妻俩面前说了，当时你说的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嘴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，人家要说什么，我们又无法阻止，只要孩子开心，管他呢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管他，反正他快30岁的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又是个独立惯的人，随他吧。乔叔，阿姨，浩宇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来就来，不要再买这么多的东西过来，家里什么都有。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阿姨，阿涵在家吧？在屋里呢，你进去找他吧，我帮你乔叔浇完花再进去，眼看这天都要黑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一进屋，他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，不对，那是他的阿涵。战浩宇咧嘴便笑：美女，这束花送给你。还想着给你个惊喜，看你的样子似乎不惊呢。因为我穿过一次女装，我记住了你换上女装那高贵冷艳的样子，永生难忘。你说你准备好了，就这样出门吧。乔涵，这是你给我的惊喜，真的是惊喜，我太意外，也太高兴了。阿涵，阿涵，我爱死你了，亲一口。我爸妈随时都会进来。进来就进来呗，看到也不怕，咱们是恋人，将成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我是不要脸的啦，要脸也追不到老婆，跟我大哥学的。事实上我大哥都没有追过老婆，但他就是说要厚脸皮。我大哥以前很爱面子的，有了我大嫂后，渐渐的也不要脸了。战总听到你说他不要脸，你怕是没有好果子吃。我大哥又不在这里，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大哥就是有了大嫂后才越来越不要脸的，我们有样学样了。你自己不要脸就不要脸，还怪到别人头上。行了，咱们准备出门了。浩宇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穿着晚礼服，但不穿高跟鞋出席宴会，会不会被人笑话？如果我被人笑话，你会介意吗？我介意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怕过别人笑话了？我向来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我要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咱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甜蜜。你穿不习惯高跟鞋就不要穿了，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下，舒不舒服自己最清楚。穿的不舒服的鞋子换了便是，不必逼着自己继续穿着不适合的鞋子。我知道你不习惯穿女装的，虽然我很喜欢看见你穿女装，简直就是天仙下凡，那高贵冷艳的样子，迷死我了。但是你若觉得不舒服、不习惯的话，也不用穿女装。别人知不知道你是女人无所谓，我知道就行。别人认为我是同性恋，我又不是真的同性恋，管他们说什么呢？你换回西装，继续以乔家大少爷的身份出席宴会，一切以你的舒服为主。浩宇，我爱你，是真的。我更爱你，我爱死你了。我爱你就不想让你再被人说你是同性恋。今晚我决定了，穿晚礼服，高跟鞋嘛，我确实穿不习惯，穿着高跟鞋走路，练习了一下午，我还是走不出大家闺秀的步伐。我妈都被我气炸了，我也不想勉强自己了，决定不穿高跟鞋了。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在乎你的看法。既然你不介意我这样，那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。浩宇，走吧，咱们出发。保镖团会跟随吗？那是自然的，否则怎么证明我就是乔涵？乔叔，阿姨，我和阿涵先走了。去吧。看浩宇叫得见牙不见眼的，最开心的莫过于他了。阿涵为了他穿的女装，他能不开心吗？赶紧的关机，免得手机被打爆。就算关机了，他们也能找上门来。咱们生的本来就是闺女，也不怕别人问。说是这样说，乔太太还是掏出了手机关机了。不用这样瞪着浩宇了，也不用在心里就将浩宇揍一顿。我不是扮女人，而是我本来就是女人，我一直女扮男装而已。怎么可能？开车了。大少爷，你为了战三少爷男扮女装，
我们是看不过眼，但这是大少爷的选择，大少爷无所谓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大少爷明明是个男人，我们几个都跟在大少爷身边7、8年了，大少爷是男人是女人，我们还看不出来吗？是，你们大少爷是为了我男扮女装的。詹总，乔少。唐老，乔少，詹总无礼请。那真是乔少吗？我没有看花眼吧？乔少扮成女人更加的美艳动人，他这是当个女人不给我们活路，是个男人时也是我们征服不了的。乔少就那么喜欢战家的三少爷，竟然为了战三少爷甘愿男扮女装，扮的还那么像。话说回来，乔少穿着晚礼服的样子美极了，那身晚礼服套在他身上，如同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。乔少扮成女人，与战三少爷走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呀。2个大男人相恋就够那啥的了，乔少居然扮女人，那可是我的男神呀！我的男神被战家三少爷毁了个干干净净，我恨死战家三少爷了。乔少会不会本来就是个女人？他一言如同石破惊天，震得众人都刷刷的看向他。我就是猜测的，胡乱猜测的。乔少扮成女人，没有一点违和感，我才会那样猜测的。大家都被乔涵搞糊涂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去问个清楚明白。阿姨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直说无妨。没，我就是觉得乔少这套晚礼服挺好看的，是战三少爷送给乔少的吗？在哪里定做的？改天我也去定做2套。不是我送的，是阿姨买给阿涵的。乔太买的吗？是的，是我妈买的。我说我今晚要穿女装，让我妈帮我买套晚礼服，我妈就给我买了这套礼服。阿姨，我穿上了礼服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乔涵呀，你是个男人，穿着礼服，男不男的，女不女的，这阿姨和你妈算是熟识的。看到你这样子，阿姨无法做到视而不见。你和战三少爷的事，你爸妈都尊重你的决定，我们只是外人，不好说什么。只是你这样子，阿姨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觉得不好吧。阿姨，我说我是个女孩子，你信吗？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个女孩子，不过是平时喜欢中性打扮，让大家误会我就是个男人，是大家的误会，是我误导了大家。以往我总是说我是乔家的大少爷，误导了大家。其实我是乔家的千金，我和我弟乔轩是龙凤胎。我是觉得当个男人轻松自由的，做任何事都不用担心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着。乔少，你说你是女孩子？唐家的千金结结巴巴的，严重的表示不相信乔涵是个女人。我说我是女孩子，信不信随便大家了。我和浩宇都是正常的人，他不是同性恋，我也不是。唐老，我看到熟人了，去和熟人打声招呼。周总，我哥说他是男人，他就是男人；说他是女人，那就是女人。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向我求证了。我有记忆以来知道的都是哥哥，现在我哥说他是我姐姐，那就是姐姐了。是男是女，没有人比我哥自己更清楚。我很忙，你们都不要再打电话给我，烦死了。乔副总，是不是乔少遇到麻烦了？不是我哥遇到麻烦，是我哥制造了麻烦，麻烦找到我这里来了。乔轩话刚说完，手机又响了。看，又来一通电话了。他们干嘛不打电话给我爸妈呢？老是打给我做什么？我哥今晚出席宴会，穿着晚礼服出现的，他这女装美的倾国倾城的，但是给大家的却是错愕，大家都向我求证，我哥到底是哥还是姐？乔少是男是女呢？这个嘛，我哥肯定是为了战浩宇才会穿女装呀。以前战浩宇为了我哥，不也穿过女装？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。他们俩会相爱也是有道理的，做的事情都是一个样。乔轩说完了就打电话给母亲，谁知道母亲手机关机了。个个都打电话给我，原来我爸妈关机了，他们早就预料到这一点，赶紧关机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了。振华紧张地看着老妻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。老婆，怎么了？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爆炸性的新闻，你知道你的小狐狸精爱慕乔少，为什么得不到回应吗？老婆，我和凤若真的是被人算计的，你只要好好查一查，肯定能查出来。那天晚上那么多人去了我们家里，也没有什么外人，绝对查得出来。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都将凤若当成女儿的。我知道你气得很，因为我和凤若都是你最重要的人，我们的事被你看到，也被其他人看到，让你面子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，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。行了，看我今天心情恢复一点了，你又想让我生气是吧？我问你，你知道凤若为什么得不到乔少的喜欢吗？乔少年轻有为，家世又好，乔氏集团在江城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。乔少也俊美非凡，
凤若不是咱们凤家亲生的女儿，就算是亲生的，说实话你别生气哈。凤家现在是无法和乔家相比的，乔少看不上凤若，很正常。不过江城那么多的名门千金，乔少也看不上，爱慕他的女人多了去，有哪个女人能得到他喜欢的？我说他呀，真的是同性恋，所以战家三少爷追求他，他很快就答应了战三少爷的追求。好，乔少不是弯的，哈哈，我想没有人能想得到会是那个结果，太意外了。乔少不是弯的，那他怎么会接受战家三少爷？乔少今晚穿着晚礼服出席了唐家的宴会，唐太太和乔太太熟识的，看到乔少穿着晚礼服，大概是嘴多吧，委婉的说了乔少几句，结果乔少说他原本就是个女人，不过是为了方便，所以一直都男人打扮。一句话总结，乔少不是乔少，是乔小姐，是女扮男装的。她本来是个女人，又怎么会喜欢我们的女儿？她会接受战浩宇的感情，那才是正常的。振华目瞪口呆。我看乔涵对阿晴态度挺好的，阿晴在宴会上被人欺负时，乔少都会帮着阿晴。虽说乔少不可能成为我们凤家的上门女婿，还是忍不住奢想，现在我也释然了，不是咱们的女儿不够好，是乔少非乔少。阿晴的婚事，哎，我也操心，她的思想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很晚了，你睡吧，我也休息一会，明天我要回公司了，让一帆兄弟三人轮番来照顾你。儿子过来就会知道了我的伤情。你还怕你儿子知道呀？要不要让凤若过来照顾你？行了，我再照顾你几天，下周一我就回公司了。俩人还维持着夫妻关系，不过是看在儿孙的份上。战总，早呀，我们大少爷还没有起来呢。没事，不用去打扰他，我是出门早了点，他来晚了，没有机会陪他用早餐。战总的车不开进来吗？不开进来了，停在门口也没事。阿姨有听到了什么吗？听得多了，战总和我们大少爷不是不在乎吗？只要你们过得开心，管别人做什么？那是，走自己的路，管别人说什么。我上楼去看看。阿涵，你起来了，这束花送给你，愿你每一天都貌美如花，笑口常开。大清早的跑过来打扰我，就是为了送我一束花吗？我过来是陪你用早餐的，顺便给你送束花。你说我送的花漂亮又香，我便天天给你送了。难道你不喜欢每天都能收到鲜艳夺目的花束吗？就算我说不喜欢，你也照样天天送的。昨晚你穿女装的事传遍了江城，估计会上江城的头条热搜，会有大量的娱记蹲守你们公司以及广元大酒店的。你要不要休息一天？今天不回公司？乔涵没有回应战浩宇。要不我让人去帮你清一下场，确保你能安全进入公司。只要进了公司，他们就无法打扰你办公。不用，他们蹲守就蹲守，我的保镖团队以及公司的安保人员能保证我不受干扰，直接进入公司的。他们无法从我这里问到答案，怕是会缠着你不放，你自己注意点就行。我怕什么？他们问我的时候，我就一句话能堵住他们的嘴。我说我又没有脱过你的裤子，哪知道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？他们就问不下去了。反正我们一开始就是被打进了同性恋队伍中，我那样说，他们能怎么我？说我同性恋，我不早就被他们当成同性恋吗？说我早知道你是女人，他们有证据吗？我说我昨天晚上才知道的，他们也只有相信的份。也是，你的嘴巴最是能说会道了。换成我是女人，也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爱死你！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往你面前一站，都输给你这个假男人啊！叫我情何以堪呀！走吧。去哪？你嫂嫂过来是为了什么？陪你吃早餐呀，然后送你回公司，顺便帮你挡一挡那些围堵你的娱记，还有那些曾经爱慕过你的千金小姐们，他们今天肯定还会来问你，到底是不是女人？我看你的管家还不知道你是女孩子的事。我需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布我是个女人的事吗？不需要，我知道就行。吃早餐，我一会儿还要上班。哈，我今天过来的还是不够早，再早一点，我可以亲自下厨做给你吃。等我的房子装修好了，我搬过来住，以后就可以天天给你做吃的了。嘴巴被你养刁了，怎么办？咱们以后会是夫妻，一家人，天天在一起，你的每天3餐我都包了，不会饿着你的。浩宇，如果咱们婚后，我还是留在江城，依旧打理着乔氏的生意，你会介意吗？你爸妈会不会有意见？我介意什么？你只是嫁给我，又不是卖身给我，你还有你的自由，还有属于你的私人空间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，不用担心我介意。我说过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爸妈哪里会有意见？他们儿子多，只要儿子能娶到老婆，不要一辈子当光棍，让他们丢脸，他们就阿弥陀佛了。我妈呀，早就想将我扫地出门的了，跟着我奶奶一起说我们都是不会拱白菜的猪，嫌弃的很。长辈都是那样的，并不是真的嫌弃咱们。你看我爸妈不也一样？但是最疼我们，
最关心我们的还是我们的父母。那是，总之你不用担心我家里长辈会有意见什么的，我家长辈有多开明，你也知道的。你主要是看你老公我的态度，我不介意就可以了。毕竟是我们俩过日子，咱们才是要过一辈子的。还没有结婚呢，就自称老公了。我怕你将来叫不出口。其实你可以私底下练习的，别人还是男女朋友关系，都开始老公老婆的叫了。吃饭，你肯定是不习惯的。你这么严肃，阿涵，你还真要练习的，对着我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可以在你房里练习，没有人听到，不会笑话你的。此时战浩宇的手机响了。海玲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酒店门口蹲着太多江城的娱记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乔涵是不是对外承认她是个女人的事实？娱记是闻风而来的，大概是想从你嘴里套个真假吧。我猜到他们会跑到丰泽去蹲守的，对面的广元酒店估计也有人蹲着吧。阿七去看了看，是有人蹲守着。今天涌来酒店的人也比平时多了点。浩宇，你和乔涵昨晚做了什么事吧？这八卦的风吹得太快，我这刚要下楼吃早餐，就闻到了八卦的风味。乔海玲姐说的，好像我和乔涵昨晚偷情被人抓到一样。我和乔涵什么都没有做，阿涵昨晚去堂家出席宴会，我陪他去的，然后阿涵穿着晚礼服，就这么简单。原来如此，浩宇，恭喜你，乔涵现在是真的爱上了你，一心一意为你考虑了。海玲姐就坐等喝你们俩的喜酒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去吃东西。海玲猜测战浩宇现在就在乔涵的家里。红红，乔涵自曝她是个女人了，乔家大少爷原来是红妆的新闻都冲上了江城的娱乐热搜。老三如愿了，他不用担心过年回来进不了山庄的大门。那是，你们家会越来越热闹的。过上几年，有了几个孩子才叫热闹。家里若是没有几个小孩子，安安静静的，洋洋上了幼儿园，我都觉得家里安静得很。现在天气冷了，洋洋又赖床了吧？别说洋洋了，早上我都想窝在被窝里不起来。帮他多穿2件衣服，幼儿园的冬服不厚的。穿了，姐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洋洋冷着的。姐，你在江城也要注意身体，多穿点，别冷着了。姐又不是小孩子，冷热自知。你今天回公司了，这几天宛城的气温下降，冷了点儿，要不你就先在家里养胎，暂时别回公司。战印养得起你，不需要你上班挣钱养家。没事，我们公司也没有多少事情，我就回来坐坐，等会儿去书店。苏南这2天休假，我也让小军休息，不用回店里，我看着店就行，让他们夫妻俩好好的放松放松。姐，凤家现在怎么样了？表面看风平浪静的，姓郑的在事发的那个晚上进了医院，凤家主不让别人去探望，外界不知道郑华生的如何。我打听到的消息是郑华自宫保婚姻，不离婚，凤守当晚就被赶出了凤家大宅，现在好像住在郑一帆的私人别墅里。这个消息我让人传给凤大少奶奶了，由她出面对付凤若最适合了。姐要注意安全。知道，姐不会有事的，你不用担心姐，只要你和洋洋在宛城好好的，姐就无后顾之忧。彤彤，等姐闯出来了，以后姐就是你的靠山。姐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靠山，咱们姐妹俩相依为命10几年，姐是我的靠山，我也是姐的靠山，一辈子就姐妹2人，咱们也不说煽情的话了。你先忙，姐现在才吃早餐。我也是刚吃完，准备回公司了。那姐先吃早餐，有事随时联系。彤彤，你想什么？想你了。人的命运也真的好奇怪，如今这样的日子，以前做梦都想不到。我也想不到我妈原来是豪门千金，更想不到我竟然会嫁给你。人与人的缘分也很怪，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听你和姐通电话，聊的都是家常，怎么感慨那样深？你是先回公司还是去书店？我送你到达后再回公司。先回公司吧，现在这个点，学生都上课了，店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去了也是闲得拍苍蝇的。现在天气冷，没有苍蝇可拍呢。好。我姐说乔涵昨晚出席宴会的时候，恢复了女人的身份，你们家老三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早就知道了，老三昨晚就开心的发信息给我，与我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老二、老三都有了结果，就看老四和老五什么时候有发展吧。奶奶给老四和老五安排的对象是谁？哪家千金？是管城人吗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相处。相信奶奶的眼光，奶奶挑选的肯定是明事理的人。我又不担心他们不好相处，我纯粹就是好奇，奶奶给他们选的是什么样的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想来颜值不错吧？毕竟我的那些堂弟们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太难看的，奶奶不会选的。易阳好久没来找过我这个大哥了，也不知道他和他的另一半怎么样。也不知道奶奶当初看中我什么了。我虽说长得不难看，但我没有背景，与你的现实差距那么大，
你又是长子长孙，却给你安排了我，逼着你与我结婚，太难为你了。咱们可能是拜那位大师所赐吧。战印，你后悔吗？后悔啊，悔的肠子都变青了。后悔就离婚呗，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呀？我是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，早点娶你过门。我要是早点娶你过门，咱们在一起的时间又长了点。彤彤，我万分珍惜咱们在一起的时间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离婚的。咱们也不要轻易说出离婚2个字，太伤感情。我不说。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老是这样看着我，不认识我了。阿涵，我觉得你帅呆了，真的太帅了。我是男是女是我的事，我不觉得该向那些记者解释清楚。只要我回答他们一个问题，就会有无数的问题跟着来。那是，但你说1年后，他们就会有答案。这1年后是我想的那样吗？你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嘿嘿，肯定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样子就不言而喻了。我去给你煮咖啡。满脑子不正经。哥，你也太不地道了吧！你要穿女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害得我被骚扰了1个晚上。今天也是无数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。干嘛要跟你说？我是你亲弟弟啊，异母同胞的亲弟弟。看我被大家骚扰，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你也不同情我，我现在是叫你哥还是叫你姐？你穿女装出席宴会，告诉大家你本来就是女人，是不是打算嫁给战浩宇了？姐，你别太快答应他，让他再追你2、3年，越是得不到的，他越会珍惜。好歹也要他来讨好我这个唯一的小舅子呀！没见过那么嚣张的追求者的，一点都不知道讨好我这个小舅子。姐，你要是恢复女人身份，再多结交几个年轻有为的男人，给战浩宇一点危机感，哈哈，气死他，急死他！乔涵冲着弟弟眨眼。战浩宇端着咖啡出来了，他正向弟弟走过来呢。姐，咱们江城优秀的男人还是很多的，你实在没有必要远嫁，我可就你一个姐姐呀！你嫁的那么远，以后我和爸妈想见你一面都难，你回娘家一趟也难，我们过去一趟也难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将来爸妈100年归天时，临终前想见你一面，你还没有跑到，爸妈都走了，那多遗憾呀！给咱们江城的青年才聚一点机会。虽说他们未必有战浩宇那样的家世，但今呀，战浩宇不是不好，就是那家伙，我不知道何故，越看他越是不顺眼了。姐，要不你问问战浩宇愿不愿意当上门女婿？我真舍不得姐姐远嫁，我就一个姐，爸妈也就姐姐一个女儿，姐就忍心撇下我们远嫁到宛城去吗？要是战浩宇不愿意当上门女婿，那就甩了他。以我姐这样的条件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姐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怎么老是在眨呀眨呀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吹进了你的眼睛？乔涵瞪着弟弟，这家伙平时精灵得很，今天却迟钝至极。浩宇，你不用管乔轩说什么，我又不会听他的。乔轩，看来你对我意见多多呀。我没有讨好你，你就看我不顺眼是吗？说说，你想让我怎么讨好你？你说出来，我努力做到。宇哥，开玩笑的哈，我对你没有意见，你对我也挺好的了，不用再讨好我。呵呵，未来的小舅子，你需要喝咖啡吗？要不要我进去帮你倒杯咖啡出来？那就给我来1杯吧，不用加糖加奶，我就要苦咖啡。我未来的小舅子想喝咖啡，我立即安排上。为了我未婚妻，我可得极力的讨好我小舅子才行。姐，战浩宇在你办公室里，你也不吱一声。你一进来就说个不停，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浩宇出来了，我向你眨眼，你都领会不到，还说我眼睛进东西了。提醒你，你都不知道，怪得了谁？说他不讨好我，我倒不怕他，就怕他记恨我叫你抛弃他。这家伙平时笑眯眯的，温润如玉，看着很好相处，实际阴险得很。他一状告到爸妈那里去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我建议你最好就是出差一段时间。他刚才还掏出手机录音了，你说的那番话都被他录下来，不用问他也会放给爸妈听的。到时候，哈哈，别说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这么闲，爸妈不带着你催婚，我就不信巧了。就知道他是个阴险的，就知道拿爸妈来压我。姐，我出差，我现在就订机票出差，去最远的城市，去个10天半月的再回来。我忽然记起来，咱们的那些分公司没有什么大事情需要总部的人过去处理的。你想出差，都不知道让你去哪里，去做什么呢？况且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江城是你的根，家在这里，你早晚都要回来。你姐我大概率是嫁给浩宇的了，他以后就是你的姐夫，你除非与我继续关系，否则都需要和他打交道。姐，你别吓我了，快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你惹怒了他，你去讨好他呗，让他不跟你计较了。姐，我的亲姐呀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唯一的弟弟被战浩宇报复吗？放心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他不会整死你的，顶多就是觉得你太闲，嘴巴太多，给你找点事情做做，例如帮着爸妈安排你相亲，监视着你相亲。咱们姐弟俩就相差了10分钟的，你也到了适婚年龄。战浩宇很快又端了一杯咖啡出来。宇哥，我来。
宇哥，辛苦你了。阿虾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会受宠若惊的。现在该是我讨好你，我要好好的表现，让你满意，免得你教唆你姐另找一个优秀的男人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很乐意当上门女婿的，只要你姐肯娶我就行。我在江城也有房子，婚后可以常住在江城，你不用担心爸妈将来100年时来不及看你姐一眼哈。宇哥，是我多嘴，我是胡说八道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说的话你就当是屁给放了吧。不，你不说，我都不知道我那么差劲呢，不能让我唯一的小舅子满意。阿虾，以后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尽管开口，别人能帮到你的，我也能帮到你的。你们俩到那边去坐着互拍马屁，不要在这里吵着我工作了。姐，我马上走，不打扰你办公。哥，我其实很欣赏你的，非常认可你。放眼天下能配得起我姐的人只有你这三少爷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其实是我嫉妒你。我跟我姐当了20-30年的姐弟，但她在我面前一直以哥哥自居的，她从来没有为了我这个弟弟换上过女装，但她却为了你换上了女装，还告诉大家她其实是个女人，所以你不是同性恋，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就忍不住嫉妒一下。也是我没用，一直都受到我姐的庇护，被她护了20几年，我有点恋姐情节，想到我姐很快就要嫁给你，我舍不得嘛，才会胡说八道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这种小人计较了哈。我乔轩的姐夫只有你，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男人的了。宇哥，我听我姐说你刚才用手机录了音，这点小事情你录音做什么呀？把录音删了吧，别让我爸妈听了去。你也知道我爸妈看我不顺眼的，听了你的录音，保证会打爆我的头。我可是你唯一的小舅子呀。宇哥，你就忍心看到我被你老丈人打爆我的头吗？战浩宇似笑非笑地看着乔轩。宇哥，有话好说吗？你说让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删了这段录音？你是不是想睡我姐？我是个正人君子，尊重你姐，在未领证结婚之前，我都不会越雷池半步。宇哥，你是真男人，你们战家的男儿都是真男人。宇哥，我迟钝，笨得很，没有我姐那么聪明的。你想让我为我姐做什么事，说个清楚明白的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，做不到的我也会努力的去做。乔山，你其实也很聪明，并不输于你姐姐，在公司里也早就能独当一面，不过是由你姐给你撑住，你才能过得那般逍遥自在。但是你姐也是人，也会累的，你看看你都玩了那么多年，是不是也该挑挑重担了？宇哥，你是想让我姐下台吗？也不是让你姐下台，只是想让你姐放假，休息休息。我和你姐虽说是恋人，但约会的时间极少，更不要说一起度假了，没有多少恋爱过程。以后结了婚，回忆起来甜蜜度都少了几十分，你说是不是？宇哥，你想要多长时间？怎么着也要10天半月吧，最好就能1-2个月的，太长时间你姐怕是不同意。她呀，习惯了忙碌，真让她长期不上班，她是不习惯的。那就半个月吧，让我姐休息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，公司里的事情都不用她管，我管了，天塌下来我都撑着，不打扰你们俩度假。行，那就半个月吧。那宇哥，录音的事能删了吗？以后你还到处说我的坏话吗？哪能呀，宇哥，我说了，我就是嫉妒你而已。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，除了你，别人都不适合我姐，我姐也只爱你一个。我在别人面前都是夸赞你的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我在外面真的没有说过你的坏话。还要给你姐介绍江城的青年才俊吗？不介绍了，他们哪能和宇哥你比呀？宇哥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，真的最好了。等到我和你姐度假回来，我自会删除这段录音，否则我怕你会反悔。宇哥，我还是很讲信用的，保证不会反悔。你可千万别将那段录音发给我爸妈呀，让他们听到了，他们能扒掉我的皮。我知道你讲信用，但还是保留了证据更好一点。你放心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是不会将录音发给乔叔和阿姨的。不过，乔山，你也真的老大不小了，若是有喜欢的女孩子，就定下来吧。我倒是不担心你娶不到老婆，我只是心疼我的未婚妻，不想看到她为了你的人生大事操心。乔氏集团的重担压在她肩上，她够累的了，还要操心你的人生大事。你不心疼你姐，我心疼。我是希望你姐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的。宇哥，人生大事急不来的，我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对象，怎么考虑？总不能将就吧？你那么多的红颜知己，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吧？你可以从他们当中挑一个，不想挑的话，我帮你留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介绍给你认识。宇哥，不是我要说你，是事实如此，你都还要你奶奶帮你挑老婆呢。我敢说你认识的年轻女性10个都没有。我认识的年轻女性很多，不过了解的确不多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和你姐以后帮你留意便是。谢谢宇哥，我想了想，既然是让我挑老婆，还是我自己找吧，总要我喜欢的才行。你们喜欢的，我未必喜欢。我那些红颜知己也不是没有好的，就是他们知道我红颜知己一大堆，怕是不肯和我发展成为恋人吧，觉得我花心。那你自己挑，你的那些红颜知己
若是有一个适合你的，那你就和其他人断了来往，用事实证明给他看，让他知道你为了他宁愿放弃整片森林。以你的油嘴滑舌，想追妻很容易的。我没有油嘴滑舌吧？要说油嘴滑舌，我还不如宇哥你呢。我这是能说会道，你没有其他事了吧？没事就回去工作。宇哥，那段录音你千万别给我爸妈听哈，他们听了者会扒我的皮。只要你接手你姐的工作，给你姐休假半个月，我就删了那段录音。还有，你早点谈恋爱，找个女朋友，不用你姐为你操心，否则我还是会将录音交给乔叔的。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乔轩被你拿捏住了。阿涵，我爱惨你了，他是主动送上门让我拿捏的，谁叫他在你面前说那些话？要不是你的亲弟弟，我早就撕了他的嘴。敢挑唆你离开我，我追你容易吗？乔轩不是真心的，他其实很欣赏你，知道你听到他说的话后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他不说，我还不知道他对我那么多的意见，看来我平时对他不够好。他说的也对的，他是我唯一的小舅子，我要对他好一点，讨好他。你去讨好他，他会浑身不自在，更怕你憋着大招要对付他呢。不用管他说什么，知道他没有恶意就行。再说了我的事，他也左右不了。只要我爱你，连我爸妈都管不着，更不用说乔轩。乔叔和阿姨就盼着咱们早点结婚呢。阿涵，可以了吗？我让我爸妈过来向你爸妈提亲，若是有好日子，咱们年前就办婚礼。不想那么赶的话，可以年前领结婚证或者先订婚，年后再办婚礼。我二哥和二嫂也是先领了结婚证，还没有办婚礼的。要不咱们也先领证吧，看看日子合适，咱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办婚礼。不，还是单独办婚礼吧，我不想被任何人抢了咱们的风头。年底了，公司里也很忙，我怕是分身无数。我们可以年前订婚，明年再结婚，让乔轩独自打理一下公司，没问题了，我才能腾时间结个婚。我给你争取到了半个月的假期，这半个月里你不要插手公司的任何事，放手让乔轩去做，我带你到处走走。咱们俩还没有好好约过会呢。这周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，都是重要的事情，估计要下周才能休假。我让秘书将我下周的行程都取消，事情都交给乔轩去处理。那小子不是没用，他是懒，也是躲在我背后舒服惯了，不能再让他这样懒懒散散下去。本来就是嘛，不让他挑大梁，他都不知道他有多能干。阿涵，需要我上门吗？我爸妈不会有意见的，只要你想我上门，我随时都可以，在哪里发展，我都可以发展起来，给你最好的生活。乔轩说的话，你还是放在心上了。我爸妈有儿子，他们不需要女婿上门，婚后在哪里生活随便咱们，没有人会强制我们在哪里住的。当然啦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，更习惯江城的风土人情，工作以及朋友也都在江城。若是可以，我想婚后这一切不变，每个周末我就飞宛城，尽一尽我的儿媳妇的责任。我不会要求你改变你的生活，放弃你的工作和朋友的。我也可以在江城工作，我爸妈身体还硬朗，再活几十年都不成问题，暂时还不用我们在身边尽孝。况且我还有弟弟呢，就是奶奶年纪大了，我们平时各自忙着工作，周末就回去陪陪奶奶老人家吧。行，咱们都还没有结婚呢，就想着婚后的生活了，可以畅想未来。阿涵，你忙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也回去干点活儿，多赚点钱，给你当彩礼。少奶奶，这是你的信。我的信，谁送来的？别墅区的保安送过来的，说有人送到保安室那里，拜托保安将这封信送到大少奶奶手里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他拿出那些相片一看，脸色就变了。大嫂，这些相片谁送来的？大嫂，我们陪你过去将那个贱人赶出去，那可是妈买给你们的婚房，怎么能让那个贱人住进去？妈也说过的，凤若已经不是我们凤家的二小姐，她本来也不姓凤，不是凤家的人了。妈给她的东西，除了那几身衣服，其他东西都收了回来。大哥还敢收留凤若，如同金屋藏娇一般。若是让妈知道了，妈会怎么想？再说了，凤若不是咱们的亲小姑子，跟咱们的男人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那个贱人连自己的养父都，如今他一无所有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打他3个哥哥的主意？这些相片会是谁寄给大嫂的呢？感觉我们被人盯上了。会是谁？会是刚来的那位吗？凤大少奶奶拍下了那些相片，将相片发给了凤琴，然后给她打电话。大晴，我收到了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装着这些相片，是你拍到的吗？大嫂，不是我拍的，我都不知道凤若现在哪里，她没有来找我，我也暂时没有时间去关注她。她这是在哪里呢？是我当初嫁给你大哥时，妈买给我们当婚房的。平时只有孩子们放假了，我们才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。现在你大哥收留了凤若，让凤若住进去了。妈现在还在生气，
妈说过不想再看到凤若，不想让凤若再与凤家扯上关系，大哥还收留她，安排她住进你们的婚房里，那就是跟妈作对。妈说下周她就要回公司了，到时候妈知道了，少不得一顿气。大嫂，你赶紧处理好这件事，别让她拖了大哥的后腿。出了那事，妈的脾气比以前差得多，大哥这是往妈的枪口撞呀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你大哥继续收留着那贱人的，我现在就带着你二嫂和三嫂过去收拾他。大嫂，记得告诉他，他爱慕多年的乔少其实是个女人。大晴，那是真的吗？不是说乔少是为了战三少爷男扮女装？你们都不了解乔少，他若真是男人，绝对不会男扮女装，让凤若死了那条心吧。走，跟我去找那个贱人算账，他有什么资格住在我的婚房里？大少奶奶来了。阿姨，凤若是不是住在这里？二小姐是住在这里。大少爷说二小姐因为和大小姐关系不好，吵架了，家主偏向了大小姐，二小姐心情抑郁，所以住在这里远离大小姐，可以疏解心中的郁闷。大哥怎么能颠倒黑白？阿晴可没有和那个贱人吵架，明明是他做了对不起妈的事，被妈赶出了凤家大宅。妈说了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她不再是凤家的二小姐。阿姨，你可别再称呼她二小姐，让妈听到了，有你好受的。二少奶奶，我不知道她犯了错，大少爷带她回来的，让我好好的照顾她，怪不得她跟着大少爷回来的时候很狼狈。大少爷还吩咐我不要往外说。他呢？在后院坐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已经坐了很长时间。大妈说完，凤家的3位少奶奶就气势汹汹地往后院走去。大少爷啊，大少奶奶带着另外2位少奶奶过来了，一来就问起二小姐是否住在这里。现在他们去后院找二小姐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大少爷啊，你快回来吧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立即回去。贱人，我的婚房也是你能住的，别住脏了我的房子，滚！大家好好看看这个贱人，勾引他养凶，让他养凶金屋藏娇，这种贱人大家可得远离，看好自己家的男人，别被这个贱人勾了去呀。他下贱无耻，连自己的养兄都勾引。我没有勾引我大哥，他是我哥。你不是我老公的亲妹妹，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我老公把你接到这里来住，都没有知会我一声。不是金屋藏娇是什么？这栋别墅是我婆婆买给我夫妻俩当新房的，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，我有知情权。要说你们俩没有什么，郑一帆干嘛不跟我说？他偷偷摸摸的，就说明你们俩有鬼。你们就是想毁了我，算计我的人是不是你们？凤若，这事你就由自取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愤怒？哭天不应，喊地不灵。你前段时间是怎么对我们3个的？呵呵，现在就是你的报应。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你是不是还在做着加入乔家当大少奶奶的美梦？告诉你哦，乔少其实和你我一样，是个女人。呵呵，乔家只有1位少爷，那就是乔轩。走，我们进去，外面冷死了，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让这个贱人住进我的婚房。你们大少爷敢再收留他，问问他是否承受得起他老母亲的怒火。凤若瘫坐在地上，失魂落魄的。不久后，郑一帆兄弟3人赶到了。阿若，哥，是大嫂，大嫂带着二嫂、三嫂把我打成这般，他们就是报复我之前帮着哥哥们，现在我落魄了，他们就落井下石。知道我在这里的人，肯定是凤晴和嫂子们联合起来对付我。大哥，我和爸就是喝了你拿给爸的那半瓶酒才会，大哥不可能算计我和爸的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嫂下的药。阿若，这种事你别乱说，没有证据的话别乱说。妈现在还没有气消呢。2弟、3弟，你们先带阿若走，我进去看看。郑一帆，你是没死过是吧？妈那晚说了什么？你没有听到，还敢偷偷的收留他，还让他住进我们的婚房里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郑一帆，你想死就自己去死，别拖着我和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死。妈就要从医院回来，让他老人家知道你背着他做了这些事，有你好受的。别以为你是妈的亲生儿子，妈就不会动你。你不是凤晴，没有继承的资格，妈又不止你一个儿子，随时都能放弃你，将你逐出家门。还有你们2个也是，你们想被逐出家门，别连累了你们的妻儿。郑一帆的2个弟弟立即后退。老婆，我也是看在20几年的兄妹之情，见他没有地方住，又身无分文的，才会收留他的。你不喜欢的话，我让他走便是。现在就让他滚蛋，以后都不要再和他来往。她不是你们的妹妹，你们的妹妹是凤晴。这个贱人的亲爸还是害得你们和凤晴分离了20几年的坏人，你们应该恨他一家人才对。想想凤晴在他们家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
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凤晴的。郑一帆，你也有儿女，如果咱们的女儿被人调换了，那家人还虐待咱们的女儿，你怎么想？管家，去将他所有东西都收拾好扔出来给他，让他马上离开，以后都不许他出现在这里。凤若绝望地看着兄嫂，她这次真的完了。此刻海玲在看厂房的环境，阿七走了过来。海玲姐，凤家有人想见你。是谁？凤晴吗？不是凤少主，是2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没有见过面的。他们找到这里来了，这是盯着我的行踪了。我出去看看他们是谁。海小姐，打扰你了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两位大姐是，借一步说话也要我知道两位大姐是谁呀？海小姐还记得凤三叔和四叔吗？海玲记得凤家三叔和四叔，主要是那2个人是孪生兄弟，海玲对他们印象深刻。你们是凤三叔和四叔的？我是4婶，他是3婶。你们出来的时候没有被人跟着吧？没有，我们后面有人帮忙善后的，海小姐不用担心。我倒是不担心，不害怕，我是怕你们被发现了，传到了你们家主的耳里，对你们不利。海小姐，方便私聊吗？方便呀，我随时都方便，去哪里私聊？你们说个地址，我随后就过去，最好还是不要一起，我想我就要显眼一点。就去丰泽大酒店吧。你们稍等片刻，我打电话订间房。浩宇，丰泽大酒店最安全的房间是哪间？我想借来用用，不会有人去偷听，闲杂人等也去不了的。位于顶楼的总统套房了，现在是我住着，海玲姐要用的话，我借给海玲姐用一用。好，有2个凤家的太太会先过去，安排可靠的人悄悄带他们上楼，避开监控，别被拍到。海玲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你让他们过来，快到酒店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的人，海玲姐到时候也打这个号码，会有人带着你上顶楼，我等会儿就回去。请你先忙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这里去酒店车程大概要20分钟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后到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现在过去，快到酒店的时候打这个号码，会有人等着你们，带你们避开人群直接上楼的。你们先过去，我等10分钟后再出发过去。好。海玲姐，他们到了在里面。浩宇，谢谢。都说了，姐不要跟我这么客气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做事了，你们在这里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海小姐，2位婶婶请坐。凤三叔和四叔有什么话让2位婶婶带给我的？我们家那位说，海小姐需要用到我们的话，尽管吩咐，我们2家人会拼尽全力帮着海小姐。承蒙三叔和四叔看得起我，麻烦2位婶婶也帮我带几句话回去给2位叔叔。我外公外婆当年怎么死的，我总要查个清楚明白。是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拿回来；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也不会要。凤氏一族如今在江城快要跌出了豪门之列，越来越烂，这不是好事情。在江城，凤氏一族那可是100年的名门望族呀！我想族中人肯定都希望凤氏一族能够重新起来，不说要重回巅峰时期，至少也要在中间的位置呀。世家大族靠的是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发展咱们凤氏一族。振兴凤氏家族还得靠年轻一代呀。咱们族里年轻一代，只要有能力的，都该得到重用。2位婶婶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海小姐说的对，海小姐不愧是上任家主的后人，上任家主就是这样想的。他还管着凤氏家族时，我们凤氏家族在江城还是让人不敢轻视小细的家族。你们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，只要你们在族里不炫耀，不作死，我可以保证你们在江城的安全。我们一直都很低调的，我们2家人不会拍马屁的，只能低调做人。2位婶婶和三叔四叔说，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能帮到你们的，一定会帮的。谢谢海小姐，有海小姐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不过，海小姐最主要防的是凤晴少主那个丫头，别看她表面弱弱的，其实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人。还有他身边有个方先生，那个方先生非常厉害的，历任家主身边都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助理，方先生便是凤晴的助理。谢谢2位婶婶的提醒，我会的。海小姐，那我们先回去，以后有事再联系。海小姐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也尽管说。苏腾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和你妈什么时候可以去和亲家见面？提亲的厚礼都准备了数回，我和你妈只要想起缺了点什么，就立即补上，保证提亲的厚礼周全。爸，我还没有向成亲表白呢，你们来提什么亲呀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还没有向他表白，咋回事？他有喜欢的对象，还是你不敢表白？爸，你是觉得时间很长了，其实算起来也不长的，我来云城都还不到1个月呢。成亲把我当哥们，我还不好表白，也不敢表白，总要相处时间再长一点了，才能表白吧。
你的胆子呢？这天都下红雨了，你苏腾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别人一见钟情的都敢表白，你和我未来儿媳妇都认识了2-3个月，还不敢表白？苏腾，你不想抱老婆，你把我还想抱孙呢？爸，我也想，我就是怕程庆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后接受不了。他性格颇男性化，喜欢将男性当哥们，况且我比他大那么多岁。年龄不是问题，你不向他表白，他不知道你对他的感情，不就将你当成哥们了？你要是表白了，他知道你对他是那种心思，就不会再当你是哥们。给我和你妈安排地方住，我们过2天就去云城一趟。上次要说去的，被你一顿劝，我和你妈只能忍住不去打扰你们。但是你这般没用，我和你妈不去推波助澜，这马上又要过年了，年一过，你又老1岁。人家程小姐那么好，你不抓紧时间，她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可别回家里哭哈。你不急，我们急。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呢，1个多月晃眼就过去了。你以为1个多月很长？年一过，又等着过年了，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的，不抓紧点，转眼间你就满头白发成了个老太公，看谁还喜欢你个老头子。老苏，手机给我，我和苏腾说说。爸，我还在忙着，分公司刚成立不久，很多事情都要我处理的。跟我妈说，改天有空了我再和她煲电话粥。那臭小子居然挂断老死的电话，为了这个臭小子，真是操碎了心呀！以前给他安排那么多相亲对象，他都不喜欢，才知道他是有问题的。好不容易有人能救他了，向来做事干脆利落的他，反而婆婆妈妈拖拖拉拉的表白、求婚、结婚、生娃，有多难吗？苏腾没有恋爱过，没有经验，他现在也在摸索中。他和别人又不一样，反正他在云城守着了，程庆身边不会有其他男人的，放心吧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还真急不来，总要他们俩你情我愿，婚后才能幸福。咱们家不能仗势强娶亲吧，那样不是结亲是结仇了。老苏，咱们要不要过去一趟？那臭小子都还没有表白，我们过去只能假装旅游的，又不能做什么事，去了也没用处呀。咱们是可以假装过去旅游，然后在亲家面前露个面，让他们知道咱们家人和善，以后能为苏腾加点分。毕竟咱们儿子是头老牛，人家程庆还是小姑娘呢。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就过去一趟，背着的厚礼也带上。那臭小子不是厚着脸皮在人家家里住着吗？我们做父母的总要多谢一下人家吧。臭小子估计也不会给他们房租钱的，这样我们送点礼品就很正常了，不会太扎眼。那行，我挑些一般般的，不算十分贵重的礼品，咱们去一趟。苏腾在挂断老父亲的电话后，想着要不要向程庆表白。此时他的手机响了。程庆，心情这么好，签到大单了吧？是刚谈妥了一大单生意，那大单生意能带来几千万的利润，晚上我请大家出去吃饭庆祝一下。不用了，多买点菜回家里自己做，也是一样的。去大酒店吃菜要花不少钱，我妈的心疼，会念叨咱们年轻人就知道大手大脚。她总是说去大酒店吃一顿饭的钱用来买菜，能做出一桌子的满汉全席来。没事，我已经对阿姨的唠叨免疫了，钱赚了就是要花的，挣得多，花的潇洒一点，不要亏待自己。找我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的学生们念叨着你，问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玩，他们想你了。我公司里的事也处理好了，打算好好休息2天，下班后就过去看他们。你们想吃什么，我买过去，请大家一起吃，请他们吃烧烤怎么样？好，我跟他们说，他们会开心的跳起来的，别让我妈知道，知道了又要念叨，然后给我们准备一大海碗的凉茶了。现在我家武馆的学生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。那是他们喜欢吃烧烤，不会让阿姨知道的，又不是经常吃，烧烤经常吃也不好，我下班了就过去。你晚上不用应酬吗？不用。感觉你挺清闲的，就白天上班，晚上都没有看到你出去应酬过。什么事都是我做完了，我底下那些人做什么，总要给他们机会的吗？我白天能回公司坐镇已经很好了。说的好像你去上班很给别人面子似的，那公司是你的，赚到的钱也是进你的钱包，又不是你公司职员的。你若是晚上要应酬就说，不用担心回晚了进不了屋，只要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出来给你开门的。真不用应酬，重要的事情我都处理好的了，我都出差了这么长时间，要是还没有处理好，就是我的能力问题了。你忙吧，你先忙，我等会儿下班了就过去。我还要再上2节课，那傍晚见。结束通话后，苏腾打电话给苏南。哥，咋了？你在忙吗？没有，休假，战印都结束了蜜月，回公司上班了。他上班，我当然要休息2天，陪陪小军。战印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，我忙得脚不沾地的。小军想吃顿火锅，我都没时间陪着他去吃。羡慕能休假的人，弟妹还好吧？挺好的。今天上午我陪他去医院做产检，
宝宝发育的很好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事？苏南，哥有点不好意思说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咱们是兄弟，兄弟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哥，该不会是你面对着程小姐都没有反应了吧？那再去看看医生。去你的，才不是呢！你很想哥没反应吗？吓死我了，原来不是，只要不是，我就放心了。哥，是不是你和程小姐闹矛盾了？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向我请教。我怎么舍得和程亲闹矛盾？我恨不得把她当成祖宗供起来。那个，你当初是怎么向弟妹表白的？你表白的时候，弟妹就接受了吗？有没有拒绝过你？被拒绝后，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是怎么样调整心态的？苏南，你别笑哥，哥活到现在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实在是没有经验。虽然看到过战印夫妻俩的好戏，但他们跟我不一样呀，他们是直接就领了结婚证的。哥，你真的让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你现在不是在追求着程小姐吗？我看你对她好的不得了，她又不是傻子，心里清楚的很的，说不定就等着哥向她表白了呢。我和小军那是顺其自然的，战印夫妻俩给我们俩牵了线，大家相互看对眼，就很自然的在一起了，双向奔赴。哥，你不笨的，你平时和程小姐相处，她对你是什么态度？很好的话，说明她对你有意思，只是女孩子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主动说，这个时候咱们男人就要脸皮厚才行，主动去说。程庆将我当哥们，他说的，他当我是哥们，还说遇到好女孩子会介绍给我认识，想帮我说媒呢。他要是喜欢我，怎么可能会将我推给其他女人？程小姐给你做媒了吗？她说她当你是哥们，你就真信了？就算她真的当你是哥们是朋友，关系是可以改变的。他没有给我做过媒，他认识的女孩子很少，倒是我陪他去相过亲，不过每次他的相亲对象都放他鸽子。是哥让他的相亲对象放他的鸽子吧？以前的与我无关，后面几次是我搞的鬼，我苏腾的命定之女，谁敢抢我的？哥，你也知道战浩宇和乔涵的事吧？战浩宇最初的策略就是千方百计想着去证明乔涵是个女人，他怎么能证明？人家乔涵女扮男装20几年，他想证明她是女人难得很，改变策略，直接表白，公开追求，喜欢她，爱她，就直接表白，告诉她，让她知道你是爱她的，不想当她的哥们。若是她拒绝了你的感情，你就慢慢追呗，追妻嘛，无非就是天天送几束花，送点礼物，送豪宅豪车。她遇到困难了，你第一时间帮她，时间长了，她就会心动，不就接受你？哥，你加油，希望下一次结婚的人会是你。但是程庆比我小了将近11岁，他会不会嫌我老？我至于他来说属于大叔级别了。只要你丈母娘不嫌弃你老就行了。程小姐也24、25岁，不是14、15岁，你们差那么10岁8岁的，有什么？人家差20几岁的，照样将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呢。苏南，哥明白了，谢谢你，打电话给你，果然能解决问题。我都纠结了几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没事了，你既然休假在家，就好好陪陪弟妹。哥先忙一会儿，傍晚过去程家武馆接程庆一起回家吃饭。哥住在程家，也要和程家所有人搞好关系。你只要搞定了他们一家人，就算程小姐犹豫了，她的家人也会劝她接受大哥的。程家人都很喜欢我的。我想也是，我还是很相信大哥的。大哥加油！那就这样了，我带着小军去兜风。开车小心点，小军有孕在身，可别伤着我的侄儿了。知道，大哥放心吧。少主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向程小姐表白，又害怕被拒，说什么程小姐当他是哥们好友，他担心表白了吓到程小姐，程小姐不理他。感觉你身边的优质男只知道工作，只知道赚钱，智商高，情商低，遇到感情问题总要找你，只有你才是智商情商双商在线。那是，他们都是只有智商没有情商的，我才是双商在线。老婆，你有眼光。我当然有眼光，海童当初跟我说要介绍你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对你有印象了。你是战印身边的得力干将吗？虽说那时候的我跟你不是一个圈子里的，对你大名也是如雷贯耳的。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，咱们俩相亲的时候貌似不太顺利的。有吗？总之我很喜欢你。我也是，你的性格非常适合我，咱俩一样都是爱听八卦的人。老婆，当初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听八卦才和我在一起的呢。虽然我很喜欢吃瓜，但婚姻是一辈子大事，我才不会为了吃瓜嫁给你呢。不爱就不会嫁，爱了还是两情相悦，自然就嫁了。我想去湖边，带我去那里转一圈，很快天就要黑了，回家晚了又得被你表姐念叨。咱们晚一点再回去，表姐一般晚上9点左右就休息的了，她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，我们晚一点回去能完美的避开她，就不用听她的唠叨。我妈说过她几次之后，她现在唠叨的也少了。一开始我还是很讨厌听到她唠叨的，现在习惯了也没啥，她也是真心为了我好。我嘴巴馋，能吃的不能吃的都要吃，若是没有她管着我的嘴，我吃一大堆垃圾食品，对咱们宝宝也不好。也是，
走吧，咱们出发。